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正设法缓和与法国的紧张关系。约翰逊在动身前往美国纽约前，向媒体发表讲话时强调，英国和法国正在马里和波罗的海国家开展联合军事行动，同时正在联合开展模拟核试验计划。但法新社援引法国国防部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应巴黎方面的要求，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和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原定于近日举行的会谈被取消。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上周六还就法国为何不召回驻英国大使的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说，我们已经召回了驻堪培拉和华盛顿的大使，以重新评估局势。至于英国，这没有必要。我们知道英国一直在投机取巧，所以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大使回来解释。对于英国在首相约翰逊领导下将在美英澳协议中扮演什么角色，勒德里昂说，英国有点像第三个轮子，讽刺其多余且无足轻重。但根据英国媒体多篇报道的披露，在美英澳组建 AUKUS 及撕毁法澳潜艇大单事件中，英国实际上发挥了关键的牵线搭桥作用。据英国《泰晤士报》周日的报道，澳大利亚至少在今年3月就秘密部署要转而与英美合作。当时，英国首席海务大臣、海军参谋长拉达金应邀与澳海军司令努南举行会晤，澳方趁机探问英美是否能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澳方认为，虽然5年前已同意向法国采购柴电潜艇，但他们的速度、静音性、续航力、机动性及坚侦能力恐怕不足以应对区域内的新挑战。拉达金返回英国后，即刻向上报告此事，首相办公室随即展开代号“无钩”的秘密行动。全英国只有包括首相、外交和国防大臣在内的10个人知道相关细节。另一家英媒《每日电讯报》同日也披露，早在今年6月于英国举行的 G7 峰会上，美英澳3国就已讨论和敲定了合作细节。然而，同样与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却一无所知，直到如今才吃了一记闷棍。但面对法国方面的愤怒和强烈反应，《每日电讯报》却在多篇社评及评论文章中将矛头直指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这家英媒认为，法国人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不满可以理解，但马克龙所展现出的愤怒程度则是荒谬的，显示了欧洲短视的政治精英们极度缺乏自我认知。该报的评论文章喊话道，所谓的背后插刀只能怪马克龙自己，他必须要学着适应和全球化的英国打交道。实际上，所谓全球英国的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加强跟美国的特殊的这个英美关系，包括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是它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全球英国很战略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它脱欧之后的主要的这个防务战略方向呢，一是这个维护跟北约的关系，很大一部分也是维护跟美国的、跟这个英语国家的这些国家的防务关系。除了对美英澳展开强硬姿态外，法国内部也开始反思事件。上周五，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党首已宣布竞逐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国民议会现任议员让·吕克·梅朗雄，在法国媒体《舆论报》发表评论文章称，这是美国对法国这一盟友的一次羞辱，是时候停止自欺欺人了，是时候重新取得独立自主了。法国追随美国在印太地区冒险是多么荒谬！在评论文章中，梅朗雄还提到了中国，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我们的威胁吗？随后又给出自己的答案，不是。他指出，2019年北约国家的军费占全球的1半以上，其中美国又占据大头。五角大楼担忧中国军费增长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国是因感受到威胁才提高军费的。此外，无论是海外军事基地、航空母舰，还是核弹头的数量，美国都远超中国。简而言之，中国的防务是出于自卫，并非是法国和世界的军事威胁。因此，梅朗雄认为，法国和中国的军事竞赛只符合美国的利益。梅朗雄还于上周3发表的一则新闻稿中明确呼吁，法国应当退出北约，并将北约设在图卢兹的太空卓越中心逐出法国。法国前驻美大使阿劳德和梅朗雄持相同立场，他认为这场外交危机尤其要让法国和欧盟重新审视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中国，欧盟能不能有一个独立于美国的共同政策。他还指出，马克龙曾多次表示，北约正在经历脑死亡，呼吁欧盟独立思考当前形势，把
摆脱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马克龙对北约的态度已不是什么秘密。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上周六就表示，应法国总统的要求，北约已开始对其基础进行反思。在马德里举行的下一届北约峰会将推出新的战略理念。显然，刚刚发生的事件将会对其带来影响。勒德里昂强调，美国此前突然从阿富汗撤军就没有与盟国协商，再加上此次潜艇合约事件，由此可见，欧洲人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个事情会刺激法国，重新考虑它在北约当中的这个作用，以及考虑它跟北约的关系。会不会退出北约呢？我想这一点，可能值得观察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进一步刺激整个欧盟，考虑这个提升欧盟的所谓战略自主，其中包括防务自主这一点肯定是肯定的。对，至于能不能做到北约解体，我想这个还为时尚早。